魏无羡微微笑了一下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看公子自己一个人在这站了许久，过来问问。公子，虽然现下白日里是挺热的，但天黑了还是凉，公子还是要注意些，莫要着了凉。魏无羡听着应了他一句，心里暗暗吃惊，什么时候一个人在他身后站了这么长时间，他都感觉不到了。低头见老人家手里拎着个木桶，他便问：您这是要去哪儿？这个时节鱼肉鲜美，我就去河边钓了些鱼回来，打算做给你们尝尝。一边说着，便打开了木桶上的盖子，给他看那鱼。魏无羡看了一眼，便觉得一股腥味直冲上来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忍了一下没忍住，就捂着嘴呕了2声，好不容易胃里平复下来，回头就见老人家脸色复杂地看着他。魏无羡有些不好意思，刚要道歉，就听人问到老夫冒昧地问一句：公子是否已经婚配？魏无羡闻言，心想这年头跟老人家聊天可真不太好聊，节奏快的他完全跟不上，有些疑惑怎么突然就从水里的鱼扯到了这个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见老人家又打量了他2眼，似是在思考什么，魏无羡刚要问，就见对面的老人一脸喜色的抬头看着他道：公子随老夫去个地方吧。说完也不等魏无羡回答，便拽着他走了。魏无羡不由得开始感叹，他真的是跟不上现在这些老人的思想潮流，于是一边走一边开始考虑回去以后是不是要多找蓝老先生交流交流。老大爷带着魏无羡去了离客栈不远的一座宅子里，直接进门到了一位老妇人跟前，让他给魏无羡把脉。魏无羡整个人都处在莫名其妙被拉来看病的震惊中，回过神来，老妇人已经放开了他的手。既然看都看了，魏无羡想那就听听老人家要说什么吧，于是张口问道：婆婆，我怎么了？老妇人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又接着问道：公子有多久没有经历过雨漏期了？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心想怎么又扯到雨漏期了，不过正好他自己也有些奇怪，便答差不多有2个月吧。那妇人闻言立刻笑着向客栈老板点点头。魏无羡又奇怪了，心想这是什么意思？见2位老人俱是一脸喜色的看着他，心里便更觉得怪了，看病也能看得这么高兴，难道病里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好病不成？于是魏无羡带着他可能得了什么鲜为人知的好病的想法，又问了一遍：婆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公子也实在是粗心了些，有孕2个多月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被魏无羡称作婆婆的老妇人一边说着，脸上一边出现了些不满的神色。镇里来了一群很是俊俏的仙门公子，前2日帮他们解决了镇里的邪祟，这事儿是大家都知晓的，魏无羡他是见过也记得的，毕竟这种地方很难遇到相貌如此俊俏的郎君了，而且大部分时候他带着那些小公子上山下山，他也都看见了。老婆婆想到此处，用带了些嗔怪的语气说道：前3个月是最需要小心的时候，公子最近可是有些过分劳累了，那些鬼邪又都是凶险之物，公子就算有仙术傍身，可也不能再去了。魏无羡从听到有孕2个字开始就已经懵了，一直没反应过来，以至于老婆婆刚刚说的话都听得断断续续，再次开口时连声音都是颤抖的，脸上却忍不住露出了喜色。婆婆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一定不会错，毕竟是大喜事。看魏无羡笑起来，婆婆也不由得跟着笑容满面。魏无羡花了好半天才慢慢了消化了这个喜讯，又有些奇怪，客栈老板怎么仅靠他那一下的反应就判断出他有孕了，不由得问了出来。老人家笑道：早晨公子和那些小公子说话的时候，老夫就在不远处，不小心都听见了，当时不是都被公子自己解释过去了吗？后来看公子闻不得荤腥，正巧最近家中小儿害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症状，这才一下子反应过来。担心魏无羡又往山上跑，2位老人对他千叮咛万嘱咐了半天，才放他回客栈。走了没多久，就遇到出来帮师弟买东西的蓝丝锥，只是这场景过分熟悉，魏无羡一看就笑了出来。只见一个小豆丁坐在蓝丝锥跟前，正涕泪齐下，哭得好不伤心，只是蓝丝锥不似当年的蓝湛，立马就放下手中的东西哄了他几句，只是效果不太好，那孩子反而哭得越发大声了。蓝丝锥一时没办法，满脸无措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。魏无羡在一边看够了，走到孩子旁边蹲下开始哄人，
倒是难得的没有像蓝思追小时候那样将人上一课把人哄笑了，一转眼又把人逗哭。见孩子不哭了，就将他抱在怀里继续逗他开心。看着蓝思追有些无措地站在一边，低笑道：“思追，你这样以后可要怎么带你的小弟弟？”话音刚落，就见孩子的母亲找过来要接孩子回去。魏无羡目送他们离开，回头就见蓝思追激动得快要说不出话：“魏前辈，您是说我要有一个弟弟了？”